关注腾讯动漫 APP， 肩部作品更新中。风萧萧，江水滔滔，身后是山河苍茫。情虽暗，却也知道，吹了毒的人为何出鞘？把冷的刀，炼得滚烫，千险万难，却要独自扛。人心高一身膀，是非善恶明了，万青山依旧在，心悲伤就是可残阳。几番回望，潮落潮涨，胸中激荡热血，至今未了。我自由，我骄傲，待天高海阔，再滔滔弄潮。不是挺流畅吗？什么时候掌握的拨转四盘？什么时候？大概1个月前吧。你是在可怜我吗？不是，我不敢。不敢？只有行将就木的老东西才什么都不敢，还有你们这些小东西不敢的。自己把自己困在这方寸之地，白白浪费几十年的光阴，只为了维持一个毫无意义的妄念。难道我不可怜吗？那个尖酸刻薄的大猴子能得到，你这种狗屁不通的小孩也能。而我们这些人把一切都放弃了，也只能看到一个幻影，不可怜吗？大猴子周商是无心的，他只想把神迹传回本门，他是好心，只是他没想到，甚至没察觉到，他迈过去的关卡，我们粉身碎骨也冲不过去。我们这个下场可以说都是拜他所赐，可我却无法去怪他。同样为人，彼此就是有这么大的差距。我不甘心，可是又没有办法。不可怜，道理您都明白，这有什何必？道理谁都懂，可真能做到的又有几人呢？直到现在，我才壮着胆子讲一句：我领悟了这些道理，全部的我，每一寸都领悟了。这就是我不到这生命即将耗尽的最后一刻，不是被逼着放下一切的我，我是跳不出这周天变化的诱惑的。
行了，太师爷，既然您是这么个说法，我也就没什么可问的了。小王爷，还记得当初你跪在真武大帝面前，你想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有答案了吗？怎么可能？除了那些狂妄自大的人，更多人稀里糊涂过完了一生，根本没想过这事儿。我对自己期望不高，但也不想不明不白的死去。能在死前的一刻看明白，我就知足了。至于现在的我嘛，谁知道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算是个半成品吧。太师爷那边虽然没有答案，但他那个态度，虽不忠，亦不远矣。这些老前辈的口子都封得太严实了。王大师，这个声音，王大师，是我呀，坤儿。完全感觉不到。王大师，您不用找我了。上次向您讨教之后，坤儿就知道了。您的手段举世无双，在他的领域里，别说3次，您就是给坤儿3万次机会也没法得手。我想明白了，我唯一的机会是能在您的领域之外跟您耗下去。我知道些在您的身上留记号、千里之外盯着您的法子，就是太阴森了点，对您太不恭敬了。所以这些日子，坤儿我呀，舔着脸找朋友学来点小玩意儿，金睛，跟您的手段比不了，就是能让眼睛看得远点，看得真点，看得透点。哦，就这还小玩意儿呢？这才几天就学会了个新玩意儿，你也是够牛的。是您过奖了，不是着急见您了，而且还是出了点闪失的。王大师，不介意的话，坤儿要来了，第2次跟您讨要信物。这里哪来这么多水呀？还不能弃权，陈金奎一定在保持跟我相对安全的距离。这些大钱的运动远没上次灵活，看来操纵距离越远，他越吃力。不过这么苍蝇一样给我耗下去，也确实烦人啊。还是时间太短，大钱儿这个距离也是极限了。大师到现在也没有施展手段，我应该还在范围之外。上次已经看清了，他的器具方式和武侯派一样，都是以自己来定主攻。王大师啊，你没法在结束一个格局之后马上开启下一个格局。所以，即使没法摆脱金钱的纠缠，也硬撑着不起去。希望，同时用奇门显象心法和金睛盯住，只要在他走投无路打开格局时，我还在格局之外，我就赢定了。等等，那个方向，逃跑的方向又变了。哼，王大师。我还真是厚道啊，坤儿爷，这要是换了我认识的那个人，您早就被玩残了。厚道人嘛，
注定就要费点劲。用出来了！你终于用出来了！我赢了！你结束这个格局的那一刻，就是我胜利的时候。厉害呀，王大师！以我对乱金矿的了解，这6枚大钱的分量，绝对比我本人要重得多。您不是费力镇住他们，而是收入门中，让其在阀门中流转。厉害，厉害呀！可爷，您就别跑了，您也一代宗师，打法别太猥琐了。来吧，出来见见。什么宗师？在您面前，坤儿就是个小孩子。小孩子，小孩子，您可不配。哎，这词儿怎么有点熟呢？得嘞，反正您是打算给我耗下去呗，那咱就看看谁有耐心吧。小小的这儿啊，四四方方，东汉蔡伦造纸张啊，南京用它报绸缎，北京用它来报文章啊，此纸落在我的手，张张报的都是13项啊。夏天热，冬天凉，冬夏离不了13项啊。亲朋好友来聚会，春晚绣着就下了厨房啊。烤烹炸味道美，鸡鸭鱼肉的忍住，忍住，忍住！老君的仙丹香啊，他弄的神仙来拜访。往上靠近是对的，王大师没有一上来就把法阵的范围开到极限。哎，没在吗？花儿爷，你也太小心了吧！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即使您又扩大了一次法阵，我也不会认为这就是您的极限了。您不解开法阵，我是不会出现的。哎，确实如此，看来还是我能力不够啊。王大师，虽然坤儿这么做算是取巧，不过胜负已分。拿来吧，那枚作为信物的小石头。二爷，您猜对了，在2局之间，我确实需要10来分钟的休息。如果我不想受内伤的话，上次交手后，不光是您对我有了了解，我对您的手段也一样印象深刻。对您下手是费力不讨好，该针对的是您的金钱。来，您试试，用5枚大钱给我施展下6爻金钱科。差一点儿。就差那么一点儿。哎，嘿嘿，得，这次您又。大师。
大师，您总算醒了。坤儿爷，您终于醒了，您已经昏迷1周了。看来我这是输了。大师，这是您的衣服，您的包，我也替您取回来了。啊，坤儿爷，这是我叫来徒弟给放回去的，我全程都没有沾手。大师，咱们的赌约还没有完成。得嘞，既然您这么敞亮，我等着您第3次出手，胜负各安天命。哼！我去！王大师，我知道凭我自己的能力，绝对没办法从您手里拿到信物，我赢不了，我赢不了啊！坤儿爷，让我说您什么好呢？啊，您可真能作妖啊！难为您找着这么个地方了。大师，你就看在我心诚的份上，把绝技传给我吧。我现在真有点不想跟您废话了。大师，你诚信我能理解。是坤儿反复，是坤儿没出息，就让坤儿在这伺候着您，等您气儿消了再说。哦，行，您这是打算给我耗上是吧？大师，坤儿也没办法呀。而且我这么做，也不全是为了我自己。您做什么事儿都总替别人考虑啊。您是不是也稍微关注一下自己呀？啥玩意儿？诊断书？我的？是在您昏倒之后，我托了医院的朋友帮您做了彻底的检查，结论很诡异。肠蠕动亢进，支原体肺炎，慢性肾小球，变凝栓塞，痔疮？不可能，他没痔疮。哎，都正常了，您别慌，都正常了。我们进行了几次检查，每次检查的结果都不一样。这次出现的病症，下次可能就没有了，但下次又会出现新的病症，甚至在1天之内，按不同时间段给您做了几次检查，结果都不一样。虽然解释不了这种事情，但从检查结果来看，这种身体状况的紊乱，随着时间的推移是转好的。大师，您还是先想想自己身上的怪事儿吧。这里是个清静的地方，您就让我伺候着您，咱们一起找出您身体上的毛病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听。这货1个月都联系不上，还有那个诸葛青也是，公司不会还没放人吧？走吧，陆家兄妹会和咱们会合。唐门是个流传很久的神秘门派，创派的时间可能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了。唐门不共组织，创派人据说是位女性，但也无法考证，只知道最初唐门门人全姓唐，所以呢，与其说是个门派，不如说是个宗族。大概400多年前，唐门破除了只收唐姓的规律，从此唐门真正成为了一个圈里人都没法忽视的大势力。之后，唐门分为内外2门，内门由唐姓子弟组成，外门则是外姓之人，内外门分别极为严格。唐门的绝技丹式，更是只有内门之中的少数人才有资格修炼。不过，从那位异姓掌门兼丹式的掌握者杨烈看，内外门的差异早就形同虚设了吧？张楚岚要来了。赵方旭亲自跟我打的电话，说是那小子要以个人的名义拜访咱们。个人名义？个人名义要他赵方旭亲自打电话知会？那不见。切，有赵方旭电话了，一个小孩想见咱们还推脱什么？要是他能到这儿，咱就见。唐明，您说。一定不要把张楚岚要来的消息告诉孩子们。明白。
已不知流转了多少年，忘却青涩陈年，回眸一瞥，往事又浮现。如哥，张楚岚来了。什么情况？明叔说的，张楚岚要来咱们唐门，快到了。这小子居然还敢来！没说他，好几个都愿意一起搞他。唐门现在其实是个武校，一般的学生都在山下的新校区，其中的老师和助教基本就是唐门的艺人了。在新校学生中，如果有成为艺人的，则会被带进山上的旧校区进行真正的修行。这次你要拜访的主要对象，就是唐门的县掌门唐妙兴。这个人一般都待在旧校区，但你得先去新校区交涉，绝对不要直接去旧校区，那样视同于挑战他们。王叔，您真是岁数大了哈！这小子照片在您传达室贴多久了？禁止这小子踏进校园半步，您怎么忘了？哎，我就是个慕名而来的求学人士了，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少废话，我们太知道你是谁了。王振秋不得入内，这是校训，知道吗？口都能进吗？哎，你说咱们怎么摊上这么个玩意儿啊？还有比他更不要脸的吗？那个，唐门武术学校是这儿吧？你谁啊？这里有位唐文龙吧？等等，西莲傻笑，四爷妹妹头，你是张楚岚！你可来了！你可无聊死我了！大哥，我也是个无聊的人，放过我吧。张楚岚，你还有脸提龙哥？怎么不能提？我跟龙哥不打不相识，还挺有缘嘞。哦，来，跟我来。还有那个王振球，也跟这小子一路上。啊，不是想进来吗？一起来。喂，张楚岚到了。